当初老公不顾婆婆反对，毅然决然娶了我这个孤女，婆婆对我恨之入骨。我先后怀孕3次，都被她各种不小心的行为导致流产。第3次没了孩子，我哭得撕心裂肺，公公大发雷霆，要把她赶出家门。然而就在节骨眼上，婆婆居然怀孕了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直到偷听她和我老公的悄悄话，才恍然大悟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吃完饭，我站起身往房间走，被婆婆一声断喝：“站住！去把碗洗了，顺便把抽油烟机拆洗一下。”摸了摸小腹，鼓足勇气回怼：“妈，医生说我这一胎要千万小心，毕竟已经流产2次了，对身体摧残很大，不能再劳累了。”劳累？什么时候连洗碗都成重活了？我告诉你，想仗着怀孕就偷懒，没门儿！她3角眼一瞪，开始细数自己年轻时多么能干，各种一代不如一代、娇生惯养的言论层出不穷。我被骂得抬不起头。妈，我媳妇也不容易，不就几个碗吗？我来洗。丈夫刘文站了出来，他手忙脚乱地收拾桌上的碗筷，眼神示意我赶紧溜。我这傻儿子哟，男人怎么能干活呢？婆婆劈手抢下一个碗，重重地砸在桌子上，恶狠狠的眼神开始转向老公。男干女工，越干越穷，这道理你不知道吗？我儿子心善肯帮你，但我家的规矩就是各司其职，该你干的你就要干，要是不愿意，立刻给我滚出去。纵使我为人再软弱，此刻也忍无可忍了，有些事不能逃避，总要说清楚。妈，我只想顺顺利利给刘家生个孙子，怎么像是十恶不赦那样？要不是您捣乱，前2个孩子都3岁了，这次还想重蹈覆辙吗？没错，和刘文结婚4年了，新婚第1年我就曾怀上孩子，可婆婆在楼道里晒绿豆撒了，我正巧路过，摔下了楼梯，孩子没了。去年我又一次怀孕，还是因为婆婆从外面求什么生男孩的草药逼我喝，喝到肚里孩子3个月大了，莫名流产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草药里下了分量极重的麝香。2次流产，2次撕心裂肺的疼痛，我永生难忘。可婆婆每次都真诚的道歉，最终相安无事。这一次怀孕，我小心翼翼，生怕出任何幺蛾子。你这个贱人，自己没有福气生养，反而全赖在我身上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哎呦，老天爷哟！见我这个千年不还口的闷葫芦居然出言不逊，婆婆立马开启了表演模式，她又是哭又是闹，闹得左邻右舍都知道了。我是一个仗着怀孕就恃宠而骄的蠢媳妇。那天我还是坐在椅子上把碗洗了，掺杂着无奈的泪水。沈冰，你看我刚买的铸铁锅怎么样？第2天早上才7点，我还在睡梦中被婆婆叫醒，她像个没事人一样站在窗前，手上拿着一个黑黢黢的东西，窗帘拉着，实在看不清。没等我睁大惺忪的睡眼，那个黑东西突然砸了下来，狠狠掉落在我的小腹上。哎呦！我本能的用手护住肚子，可是已经于事无补。哎呦，你看我手滑了。婆婆话还没说完，铸铁锅第2次朝我的肚子砸来，这次更狠，我几乎是没哼出一声就晕了过去。婆婆的厉害，早在我嫁给老公之前就已经见识过了。我是一个孤女，父母早逝，是伯伯一家把我养大，家里人口多，多了我多张吃饭的嘴，于是我想把自己尽快嫁出去的愿望非常强烈。勉强读到大专毕业，我找工作时遇到了刘文，他比我大4岁，
成熟男人的魅力在缺失父爱的我眼里是那么的难能可贵。我们恋爱谈了1年，直到去见他的父母，才让我见识到世界上居然有人这样当父母。父母早逝，那不就是扫把星吗？儿子，你真要娶个扫把星回家，乡亲们怎么看我家？别看刘雯平时成熟稳重，但面对如此强势的母亲，她大气都不敢出，乖顺得像只小绵羊。好在公公是个正直的人，他有些文化，不在意婆婆口中的名声。我看这姑娘挺好，你家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。最终彩礼10万零一全进了我伯伯的腰包，成了堂哥娶媳妇的资本。从此娘家回不去了，婆婆对我更是鄙夷，我两头不是人。婚后租房住，婆婆声称受不了公公的管束，非要来城里跟着儿子享福，于是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。早上的不幸发生后，我再次睁眼，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我摸摸小腹，刘雯站在旁边，眼泪哗哗掉。孩子没了，医生说要好好休养，否则以后要再怀孕很难。一句话，我嚎啕大哭。哎呦，你看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老年人手脚笨，不中用啊。婆婆站在一边悻悻地解释，她脸上多了2个大红手掌印。你这蠢货，真是想让我们老周家绝后啊！1个2个不小心，第3个还是不小心。原来是公公回来了，他抬起手，当着我的面又给了婆婆1巴掌。我恨自己保不住孩子，恨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这个毒妇抱有幻想。然而婆婆并没有因此被赶出家门，甚至连我这个小家都还有她的一席之地，因为她居然怀孕了。做完小月子回过神来，我越发感到事情蹊跷。她和公公两地分居，每月回老家1次，40多岁能怀孕也不是不可能，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？出院回到家，我闷声干活，婆婆专注养胎，公公常来探望，事情仿佛都过去了，可心里的疑云一直没有消散。毕竟上了年纪，婆婆被孕吐折磨得不轻，她要求老公每晚给她送银耳莲子羹。一天深夜，我起床方便，突然发现婆婆的卧室还亮着灯，听着里面窸窸窣窣的说话声，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一探究竟，谁知竟意外获得一个惊天大秘密：妈怀孕了，这可是我们刘家第1个正统儿子，养你那么多年，你报答的时候到了。婆婆躺在床上，让老公刘雯一勺一勺喂她吃银耳羹，一边絮絮叨叨说着：你原本跟我们就没有血缘关系，你亲爸和现在的爸是老战友，看在过命的交情上才收养你，所以无论我做什么，你都要感恩，懂吗？刘雯唯唯诺诺地答应着，而此刻站在门口的我已经惊呆了。原来我是孤女，她是孤儿，难怪当初她对我一见如故，早早就表示非我不娶。公公在他们老家颇有威望，包了上百亩茶园，大笔的财产自然需要继承人。联想到这些年婆婆对我的苛待，对我腹中的孩子频频下毒手，这就说得通了。看来婆婆从来没有把这个中途来家中的养子当成一家人，她生怕一旦资产旁落，自己晚年会很凄惨。就算是老公从不染指茶园的生意，她还是不愿放过。我瞬间感到胆寒，就为了一己私欲，为了有可能发生的损失，她不惜一次又一次伤害我和我的孩子。我恨这个老女人，让我恨之入骨。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？知道真相后，我开始做出一系列改变，对婆婆不再千依百顺。我开始专注事业，不再把重心放在经营家庭。婆婆看我不再做家务，气得跳脚，
可现在正是她最脆弱的时候，孩子在她肚子里翻江倒海，根本没精力与我掰扯。等着吧，小贱蹄子，等老娘卸了货再来收拾你，到时候你能不能在这个家待着都还是问号。我心中默默回怼，是谁滚出去，那可不一定。趁着从繁琐的家务中摆脱出来，我去拜访了几个老朋友，其中一位杰哥，目前是名私家侦探。他听了我的陈述，立刻表示这不难办，你就等我消息吧，一定帮你办妥。为了让我更好地伺候她，婆婆不断在家里作妖，不是要吃极其难收拾的桃胶燕窝，就是让我给她每晚按摩洗脚，实在拗不过，我只好服从。你是斗不过我的，等我孩子生了，你更得看我的脸色讨饭吃了，还不赶紧捧捧我臭脚，以后讨饭讨到我家门口，我给你一碗馊的吃。婆婆越说越得意，我不愿跟她计较，假装关心，问起孕周的事。果然，得意忘形的婆婆坦言自己已经怀孕16周了。回房间后，我拿出日历，有了重大发现。杰哥，我发现婆婆的怀孕日期正好是公公去省外参加博览会的日子，公公整整去了1个月，她怎么会怀孕呢？你猜测的没错，我跟了你婆婆几天，你公公不在的时候，都是一个一起跳广场舞的中年男子陪她去产检，两人有说有笑。我屏住呼吸，看来事情果然有蹊跷。那个男人自称姓吴，他们走后，我进去打听了，果然，这老吴说是孩子爸爸，还说老婆是高龄产妇，可不能有半点闪失，很是关心呢。有了确切的消息，我更加笃定，公公当了冤大头。本来嘛，两人结婚20多年都没有孩子，怎么可能人到中年反而搞出个孩子来？这本来就不符合常理。10月怀胎，瓜熟蒂落，婆婆果然得偿所愿，生下一个儿子。公公很高兴，又是打算请客，又是发大红包，婆婆也兴奋不已。老公，这下咱们家有正牌接班人了。她看了我和老公一眼，老公脸色铁青，那么多年的努力，还是被叫了半辈子妈的人当外人看待。呵呵，等着吧，好戏还在后面呢。就在公公为老来得子办喜宴的前一天，一封匿名信寄到他的手中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婆婆和这个吴姓中年人因广场舞生情，如何偷情，如何怀孕，如何成双成对做产检的全过程，还有照片和视频。公公直接炸了。等我收到消息回到家中，整个家已经被砸得稀巴烂，月子刚做完的婆婆连同那个野种全都被丢在门口，正哇哇大哭着。我已经起草了离婚协议，要是他不同意，那就诉讼离婚。屋内，公公已经平静下来，通知我和老公他的决定。听说婆婆的事弄得老家和城里的小区人尽皆知，她再也不好意思待在这个城市。听说她抱着孩子去找姓吴的姘头，人家早跑了，本来也是为丽聚而来，如今丽尽而散。城里的家里只剩我和老公。公公说，以前婆婆一直不同意，之后他会资助我们小两口买房。至于孩子，我和老公还在努力之中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